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往后你推，到这儿就停止了。向后一仰，我已非常软了场面后，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台 MPV， 全称叫上汽通用50凯捷。终于呢，跟小伙伴要见面了。50这个品牌呢，的确啊，就有点梗，比如说叫秋名山上面的50宏光，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呢拆过一台宏光的 mini EV 啊，就那台小电车，价格贼便宜。现代那台车月销量能够达到3万啊，这也基本上算是神车范围之内了。对于这款 MPV 呢，拆过也有几辆了啊，例如说比亚迪的宋 MAX、吉利的嘉际，比这个再贵一点的呢是广汽传祺的 M6。50凯捷呢，它的发动机呢只有一个发动机的排量，是一个 1.5T 的发动机。那它的变速箱呢，最低配呢是6速的手动，剩下的3个配置啊，是模拟8速的 CVT 变速箱。那它的售价呢，现在是从最低的85800到最顶配的116800。那我们这台呢，就是这个最顶配的车型啊，116800。12月份呢，好像又出了2个特别定制版，那分别呢也是贵了1万多块钱。定制版呢多了叫做木地板，怎么说呢？见仁见智啊，多了电动的座椅，多了一些小桌板等等这些东西。今天跟着冰块玩转车，来看看这台50的凯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一开始还是就聊点外观啊，当然也是老话，见仁见智这点事儿。我们这个车啊是最贵的这款车了，是116800。我们刚才提过的，在这个价格区间内的 MPV， 比亚迪的宋 MAX 和嘉际这2辆车的价格区间呢，和凯捷是差不太多的。M6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比这台车是要贵不少的。最早的时候，通用50它的 logo 是红颜色，从这款车来看，其实它的标志不是那么的明显的，前面的进气格栅是和它的车标呢是能够混为一体的，不会让你一眼就能看到之前特别明显的红颜色的 logo。之前这个红的吧，它的确有点太跳了。当然这台车呢，我是开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带小伙伴也出去玩，基本上第一句话都是什么呀？嚯，这就是传说中的50神车是吗？秋名山这个梗呢，现在已经被玩烂了。包括说很多的跑车恨不得后面都贴一个50宏光的这样一个尾标，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去深思一下，就是50宏光这个品牌为什么会被玩到这种地步？总体来说啊，前面这块呢就不会让你有就是特别的50宏光那种感觉。这台车的远近光呢都是一个 LED 的形式。那这台车呢一共有4个配置，最低的2个配置呢是卤素大灯，再高2个配置呢是 LED 的。它呢也是现在那种分体式大灯的设计，前面这块呢比较细的是它的日间行车灯，下面这4个位置是它的远近光的形式啊，并且呢都是带有透镜的。如果是卤素大灯的话，想去升级的话呢，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因为只要有透镜的存在的话，它的光呢还是会切的比较好的。司机位的下面这块呢会看到它的 ACC 自适应巡航，像这种偏置的 ACC 雷达见的确是不多的。最早的时候，特斯拉的 Model S 它的 ACC 雷达是一个偏置的，奥迪的e-tron ACC 雷达是偏置的，这款车是偏置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过的绝大部分车呢，它都是正直式的，或者说如果在 logo 后面的话，基本上是在中间的位置。这车呢，说实话的确不太贵。当时在开的时候发现，嚯，还有 ACC 雷达，这当时我也是惊讶了一下，10来万块钱的一个 MPV， 还有 ACC 雷达这种东西，其实也的确是没有想到的。行，这就是前面这点事啊。那我们现在呢，移步到后面和侧面，看看这台凯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来到侧面，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那这台车呢，官方啊纸面数据，它的轴距呢是2.8米整，车长呢是4.87米，算是一个中等的轴距吧。在我刚才说的那几个车啊，轴距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级别之内的。但是车长来说，这台车呢是最长的一个了，比广汽的 M6还是要长一些的。所以说呢，它的后部空间应该呢会更宽敞一点。把后面门打开后呢，会发现呢，它的座椅呢是2+2+2这样一个布局，也就是中央这个座椅呢是2个独立的座椅。这种座椅布局，其实我个人来说呢，我是比较喜欢的。中间的座椅啊，坐2个人是最舒适的，坐3个人其实稍微有点挤啊。除此之外呢，它的离地间隙
是属于比较高的那种，这也可能是对于凯捷它的售价，包括说更多的这种2、3、4线城市的一种适应路况的妥协吧。我只能是这么说，因为这台车它的离地间隙啊，的确是比一般的 MPV 是要高不少的。这台车顶配嘛，也是无钥匙进入的形式，后面也是这个比较窄窄的灯啊，这跟前面的日间行车灯呢基本上是前后呼应吧。这边写的是50凯捷，中央呢是50的英文字母，它并没有把它那一个标志放在后面。那后面呢是上汽通用50呢，那的确啊又是上汽又是通用的。据说啊50也是从利润贡献这一块来说，在通用集团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因为它的汽车销量是非常高的。在录节目之前啊，也是稍微翻了一下，我们录节目的这个月销量已经超过1万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厉害的这样一个成绩啊。那后面的开关呢是在中央的位置，摁一下就可以把后面打开。顶端呢还是有紧急逃生的按钮，两边是有可以去挂塑料袋的钩。后面呢还有一个12伏120瓦的点烟器的接口。右侧会看见有一个扬声器的位置，因为这台车顶配嘛，它的喇叭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左边这一个位置是它的千斤顶，摁下去把它拉开呢，会看见千斤顶呢是在边上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单独的鼓风机，这块是有空调的冷凝的压缩管啊，就是说它后边的空调是独立的形式。对于一台 MPV 而言呢，我说的确后排如果没有这一个单独的出冷风的话，后面会很闷的。但是说对于这台低配嘛，8万多，然后顶配11万块钱的车的话呢，也能够做成独立的，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包括说你的蒸发箱，包括说里面下面的管线，其实都是成本的。优点呢就是后面可以更凉快一些，当然缺点呢，洗蒸发箱的话呢，你要洗2个。这台车呢是2+2+2的形式，前面呢有2个座椅，然后后面呢也有2个独立座椅。你要装6个人的话呢，后面呢其实也是两边完全独立的座椅。那怎么把它给打开？下边是一个把手，你要把它往上提，然后往前推，卡住。这个时候呢，座椅就和底板去固定了，然后这一个把手往后拉，就可以把它固定了。它的后面呢也是有几档可调的头枕，拿起来的话，在它最前面那档的位置，它的头部是完全在地柱的靠里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发生追尾的话，地柱是可以保护您的头的，也是多档后面可调。好，3档、4档，最多可以一直拉到后面，躺到最后面的话啊，这个肯定是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建议呢，小伙伴呢头枕呢往起立一立，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你拉开以后呢，这块还有是非常大的储物空间，我们用我们的箱子啊去量它的储物能力。放早的情况下呢，真的就不想量了，是因为我可能要去拿7、8个箱子，可能才会把后面的空间完全给填满。都坐下的情况下 ，OK， 立起来啊，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 OK 的姿势。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储物能力到底什么样的？那箱子呢，依然是我们在车商城里面呢推荐过的一个可以拉，然后呢可以去做的一个折叠的箱子，还是非常好用的。把它放下啊。好，首先说并排横向2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看直立，这个座椅呢现在是比较靠后的，所以说往上放的话呢就没有那么的宽了。把座椅稍微往起立一下呢，基本上可以放到这一个位置。如果说是那种包的话呢，应该是4个箱子，上面再放2个包，肯定是没有问题。所以说对于出游而言啊，是完全够用的。这台车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种玩的方式啊。我举例子，滑雪去，是不是5个人用的一些东西，包括雪板，完全可以放在这儿。小伙伴可能会问，哟，说这个后面的空间都是座椅的，那备胎去哪儿呢？那备胎呢，一会儿去到车内啊，跟小伙伴去说一下。行，在这台车后备箱这块呢，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那么现在呢，就是去到车内看看这台凯捷它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好，我们现在来到车内啊，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台凯捷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4门都是一键的升降的形式，后面呢也是防止熊孩子去乱碰的这个按键啊。再往上呢是4门的开锁解锁，然后再往上呢是反光镜的折叠控制按键，然后再往上是2侧的反光镜调节啊。说到门这块吧，我稍微的额外说一下，说这个门的一个开关门的声音也是我对这台车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它这个门的声音是比较厚重的。
的，这块是我比较意外的一点吧。方向盘呢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那左边呢是ACC 自适应巡航，然后右边呢是电脑和多媒体的这一块。这台车呢是一个全速的 ACC 自适应巡航，在这个10来万块钱车里面，尤其是一个 MPV 这块呢，说实话啊，我也是没想到的。然后呢，往上是加，往下呢是减，左和右是前车距离的几档可调，一共有7档可调啊，这个还是不多见的。一般来说呢，5档就算多的了。右边呢，下面呢是声音大小，上面呢是上曲、下曲，然后中央呢是行车电脑的一些东西啊。摁左右可以在中央液晶屏的显示区里面呢，会看到有几个档啊，车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包括说里程 A 啊、里程 B 啊、当前车速、瞬时油耗、行驶时间。可续航的里程，主动式的胎压监测，因为这台车是一个主动式的嘛，也会看到当前的气压什么样，然后包括说当前的温度都是可以去看到的。然后再往右呢是设置这一块呢也是有很多项啊，报警信息啊、超速报警设置啊，然后呢是疲劳驾驶、语言的选择，然后背光调节，然后就是一些基础的设置，基本上我们日常的一些功能呢都是有的。那再往前呢是大灯和雨刮的控制，那左侧呢是大灯，右边呢是雨刮的控制。那首先呢前后都有雨刮，那前面的话呢也是多档可调，往下推是一个单次刮的形式，这种逻辑是有点像欧系车的，因为日系车、韩系车呢单次刮雨刮呢通常情况下都是往上拨，控制按键的顶端是控制后雨刮的一个开关，大灯是可以手动去调节水平的，然后呢再往左一侧呢是控制大灯的开关，好，再往右呢是前后雾灯的开关，然后还有一个 ESP 的开关，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零件盒，这零件盒里面呢没有相应的绒布面。仪表盘呢是一个液晶的仪表盘，它两侧显示水温和油料的话呢，它是一个固定的显示，真正的液晶呢是在中央这一块，可以看到相应的转速，然后相应的速度、档位，然后一些总的里程，包括说续航里程等等这些东西，并且呢，它的这个显示方式呢是不能够改变的，就算你切到 S 档啊，它还是没有变化，它就是这样。然后再往右呢是它的多媒体大屏这一块，这个大屏呢做的比较简单啊，收音机是有的，音乐里面呢可以看到有 USB 或者是蓝牙，也是多种音源的输入。然后呢是空调，空调它是一个单向啊，您可以用下面的实体按键去控制，包括说你也可以去点进空调这一项去相应控制。自动空调它有一个离子净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并且这台车顶配的话呢，它还有座椅加热，3档可调，只可惜只有司机的位置是有的，剩下的位置呢都是没有的啊。再往右呢叫做一个手机互联这样一个东西，需要在手机上面去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通过数据线。苹果也可以，安卓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手机互联。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和苹果的 CarPlay 呢是很相似的。左边是一个大地图的界面，下面是歌曲的上曲、下曲等等控制这些东西，它还是能够支持很多 App 的。好，再往右呢，可以看到全景泊车，因为它是支持360度的嘛，并且它的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还有一个啊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挪车位的时候，会根据你的档位去显示是前面的摄像头还是后面摄像头。它前面这个摄像头呢，在你去转向的时候，摄像头的影像是有一些转动的。然后再往后呢是蓝牙，然后多媒体这块呢也是可以去看视频。它的车辆设置里面呢也是可以去选择啊，就是您是不是要打开在车行走的时候看视频这个功能。我觉得啊还好，人家呢是有这个警示的。严格来说，您开车就不能看视频。在国外，这一定是强制关闭的。合资车型几乎没有一个说可以允许您开着车去看视频的。其实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说呢，对于国内而言呢，这块现阶段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但是呢，对于厂家而言的话呢，我希望是能够自律的。好，那车辆设置这块呢，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这个车是顶配嘛，它还有被动安全这一块东西，然后包括说有防碰撞预警，然后自动的紧急制动，然后泊车雷达的启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整个流畅度来说，每个功能的打开的这个速度来说呢，都是很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上往下一滑，还是有些快捷键的，例如说声音大小啊、屏幕亮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好，屏幕呢就跟小马去聊到这儿，那我再往下呢是双闪的位置，然后包括有2个出风口，再往下呢
呢是它的空调实体按键，左侧是温度的高低，然后右侧呢是风量的大小，包括说自动空调、AC 的开关、内外循环，包括说出风口的位置，包括最右侧单独控制后面出风的一个开关也都是有的。再往下呢就是它的档位这一块呢，首先呢这台车呢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也是会模拟8速，并且它的档位呢是一个电子档的形式啊。P 档呢是在档位的后面摁下去以后呢就进入到 P 档了，然后左侧呢是电子手刹 Auto Hold 功能，然后有一个 Eco 的模式，然后右侧呢是360度的开关，然后后面呢是杯架，再往后呢是中央的储物格，储物格呢深度啊大概是1掌的深度，然后有一个点烟器，当然这台车呢上面还是有一个全景的天窗。说一下整个的材质分布，顶端这一块是软性材质，并且是搪塑的包裹，这一块呢是一个硬塑料的形式，然后再往下呢是皮革的包裹，往前呢是钢琴漆面的一个装饰，再往下是硬塑料的，然后仪表盘上面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单独的材质，是硬的材质，但是呢，它表面呢做了一个类似于像搪塑的这样一个包裹啊。搪塑它是一个包裹的工艺，跟软硬是没有关系的，并且呢，它的这一个表面的包裹材质呢，有这种纹理的，视觉上来看。这一块它特别像一种棉麻布的质感，是非常像的，并且呢，右边这一块它也是一个硬的材质，它同样也是有那种纹路的形式，也是非常像棉麻布的那种东西。然后再往右，整个上面仪表台呢是一个软性材质，然后表面呢是搪塑的这样一个包裹。再往下呢，这块是一个皮革的材质，然后再往下是硬的材质。好，那说一下座椅吧。座椅呢是一个皮革的座椅，整体来说软硬度是挺好的。整体舒适度的话呢，评分的话我会给一个7分到8分之间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 OK 的。并且呢，方向盘也是4项可调，然后人体工程学做的也是 OK 的。其实人体工程学这个东西吧，既简单又难。在标准坐姿情况下，你的按钮，包括说你方向盘座椅的位置能够和你的这个标准坐姿相吻合，你的按钮能够轻易的接触到，这就是已经做的不错的标准的坐姿了。但是说这个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学问，例如说车门的按钮可能往前1公分，往后1公分都不舒服，就在那个位置是最舒服的，并且工程师还要去为更多不同身材、高低、胖瘦的人去适应这个角度，这个要做起来就真的是很难了。行，这就是前边这点事儿了。那现在呢，咱们看啊，标准的坐姿。那现在呢，来看一下后面的2个独立的座椅，它的坐姿跟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呢？现在去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到后座啊，先说一下功能方面的东西吧啊。那前面呢也会看到是有一个独立的控制风量的按键，温度就不能控制了，只能是控制开关，还有风量大小。它的这一个后面的灯开和关的时候，它是一个渐亮和渐暗的这样一个过渡，虽然说它显示的很简单，背景颜色呢就是一个白的颜色，但是它这种呼吸灯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下面呢是有2个 USB 的接口，下面是一个储物的口。现在说一下啊，非常关键的地方来了，这台车的备胎在哪儿？不在后面，是在我的脚底下这块也会看到有一个大的板儿，然后两边呢有尼龙带，然后把它抬起来，就会看到备胎就是在这个位置了，不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中间呢也是那种可以拧的啊，然后拧松了以后呢，这备胎就可以拿出来。它的三角盘在这个位置，然后通过一个扎带去绑的，这块板呢是很厚的啊。行，这就是非常隐藏的一个备胎，后边2个座椅是独立的座椅，并且有独立的扶手。其实这种座椅啊，对于中央的这个位置来说是最舒适的座椅。首先是可以向前向后的，向前 OK， 这是最前面的，您稍微再往后一点，这个呢叫做我们正常的坐姿，对不对？后面过人怎么过呢？把座椅两边啊可以去相互挪动，那边也是可以的，中央就有后面的通道。哎，我跟您挺熟的，我想挨你近点儿，哎，或者说呢，中间这个座椅呢是标准的 iOS Fix 的接口。如果说您的小孩啊安全座椅放在这块的话，您为了更好的去照顾小孩，就可以把这2个座椅呢 OK 往中间
靠一靠，靠到最紧。这个中间座椅它的轨道之长，反正我们拆的那几个车就没有这么长轨道的。前面那个把手啊，因为它是手动形式嘛，往后你推，到这儿就停止了。这还不算完，中间是有按钮的，摁下去，中央单独的腿托可以支起来，座椅这个椅背啊向后一仰，我已经非常爽的躺在后面了。所以说啊，这个中央的座椅能够极其夸张的摆一个让你觉得特别舒服的姿势。当然说呢，我还是老话啊，就是开车的过程中呢，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对不对？因为呢，躺着的话呢，对于安全带这块呢，它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的保护你相应的位置。OK， 好，往前一点啊，说一下安全带，中央座椅安全带是和座椅是一体的，它是一个单独的形式。虽然说啊，就是完全躺平，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安全带可能保护的没有说您坐起来那么好，但是这种独立的安全带几乎是可以适应座椅任何角度了。如果是 C 柱的安全带，您向后靠的话，保护的几率啊就几乎是为零啊，是因为它是这样的。相比情况下，这种躺着的这种安全带的保护程度是要比 C 柱上面的是要强的。这台车呢，除了后边坐人之外呢，这种完全独立的形式可以去适合很多种的出游方式，例如说拉家带口的出去玩去，前面小孩坐安全座椅的话，你的座椅可以更往前推到最前的时候，就意味着后面的这个座椅有着更大的乘坐空间。我呢，作为一个大人，对吧？您还得有这个什么婴儿车，就可以放在我的后面，又可以让这个座椅坐得很舒服。小孩的后面呢，还能舒服坐一个大人。所以说，它这种完全独立的，可以前后移动，包括说可以折叠的座椅，可以适用很多种的出行场景吧。行，这就是对于中央的这一排的一个使用吧。我也不用去特别的往前，就稍微的正常设置了一个比较 OK 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前面空间也是有的，前面呢是大冰块的一个标准坐姿。那在这种情况下，第3排座椅它的腿部空间够用吗？我们去看一下。好，那现在移步到最后这一排呢，跟小伙伴去做一个展示。前面呢是大冰块刚刚的那个坐姿嘛，后面这个座椅它的角度是最直的这个角度，完全的坐直，头发是可以碰到头顶的，但是呢，并没有顶到它这个顶啊。前面腿的坐姿是一拳多一点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后排这个座椅呢，它是从下面给拽上来的，它这个座椅的高度呢，相对而言呢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的腿呢，并没有说特别的攒成跟猴一样。相对于第3排的空间，后面这个算可以的了。我们可以把后排的座椅呢，稍微的再往后一点点，后排就会舒服很多了。所以说对于这台车而言呢，最后这2排呢也可以称为正经的座椅。作为一个长途来说呢，坐个3-4个小时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这种前后的空间的布局是 OK 的，因为这台车它的整个的车长相对于刚才说过的那几个车而言呢，是最大的一个车。后面还是有一个单独的 USB 的充电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每人一个充电口。后面呢也是有单独的出风口，并且呢这个车呢气帘是可以一直到这儿的，因为这台车呢有2个主气囊，前面呢是有2个座椅侧气囊，然后就是再有2个从前一直到后的气帘，这个车是有的。这台车呢只有中央2个座椅是标准的 iOS Fix 的儿童座椅的安全接口，所以说呢小孩安全座椅放在前面。今天呢也是啊，跟着冰块玩热爱车呢，就跟小伙伴去大致展示一下这个车在静态的这点事儿。小伙伴们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4S店试乘试坐一下啊。其实这台车呢，对于它的价格而言，对于它的这种 MPV， 尤其是中央这种独立座椅的车，说实话从来就没想过这么大的一个车，10万块钱真的以前连想都不敢想。说到这儿的话呢，小伙伴们如果说比较了解车的话呢，应该有点感觉啊，这个跟我一样，就是它的这种座椅的布局，包括这种大小，后面的这种方式，包括说它备胎的方式，特别像奥德赛的。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明天啊，在试驾的环节呢，跟小伙伴去聊一下。静态来说，看起来
挺好的，是不是？又便宜，对不对？这个东西又多，那开起来是不是也能够及格，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多的要求，您能及格，我觉得又挺好的。这就是您想跟小伙伴去聊的话题。行，今天呢大彪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明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明块。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试驾，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